故此李长寿也不能对有秦玄雅完全漠视。而且说实话呀，李长寿用龟诀处理过的模拟灵石，看脸身旁这位大妹子，有秦玄雅气质出众，有沉鱼落雁之容貌，窈窕轻盈之身姿，外形方面无可挑剔，尤其是她成仙之后，仙灵气息环绕，自带柔光特效。她性格中的耿直虽然麻烦，但这其实也能算是优点。可是男女之间这种事，又不是她长得美，自己就必须有好感。虽然拿别人的外形、性格做比较不太妥当，但是讲道理，自家亲师妹比这位隔壁峰上的师妹也是不差的，想撮合两个人谈何容易。在红爹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深，了解的越多，李长寿就越觉得此道无比的复杂。自古花红配柳绿，无非痴男与怨女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李长寿看了眼前方自家掌门的背影，心底略微一叹。有秦玄雅一缕传声钻入他的耳中，说的却是：长寿师兄，近来可安好？尚可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传声回道：你修行如何了？稳固境界后又有少许突破。有秦玄雅提到正事，瞬间恢复成了平时里那严肃的模样，细细传声说着：如今正体无真灵不灭之理，孙太清无为之法，大概再有100年，应当能突破下一层境界，抵达真仙境中期。李长寿顿时含笑点头，你真棒3个字差点就脱口而出了。有秦玄雅轻轻地抿了抿嘴唇，又传声道：师兄近来修为可有突破？李长寿笑了笑，略微摇头。要说突破，其实也是有的，只不过被自己给斩了下去。聊完了修为，两个人之间顿时就没了话题。李长寿继续闭目养神，有秦玄雅则时不时地扭头看他一眼。他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做他们一行5个人的颜值担当。现如今四海的局势越发的恶劣了。仙云在东海之上迅速地穿梭而过，刚飞几万里，李长寿的仙识就捕捉到了几处战乱之地。这几处海水中的对战虽然规模都不大，但是场面却是十分的血腥。龙族与海族厮杀，海族中不同立场者互相厮杀，最倒霉的还是那些无忧无虑无灵智的海中生灵。这一段时间，东海南海之滨的凡人渔村都是难得的大丰收。以前的时候一网下去能上来10几条鱼就算不错的，现在一网下去经常拉不动，偶尔还能拉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家伙，于是海神庙的香火就更旺盛了一些。渡仙门去地府办事小分队横越大半东洋，忘情上人总算是主动开口：掌门，近来听闻龙族似乎遭了劫难，麻烦不断，四海各处都有些不太平。姬无忧缓缓点头，言道：这与咱们渡仙门并无关联，不必担心。并无关联？哎，李长寿心底一叹，实际上这关联比99师叔的罪恶都大呀。若一直看着这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不去抬头，他们宛若就是在画中静止了一般。此刻渡仙门一行要去东海之东天柱之下，那里有最快前往幽冥地府的路。洪荒三界总体而言就如同一只多层肉饼，5部洲是主体，9重天阙立于5部洲之上，幽冥界依附于5部洲之下，地府由何而来？化自盘古3板斧，清气化天浊化地，浑浊自生9乌泉，血海翻涌幽冥力。内有老祖曰冥河，左手原图右阿鼻，效仿女娲造生灵，无奈神通不给力，
大德后土演轮回，冥河相阻，遭天劈。地府阴司自此起，血海半枯，修罗气。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掌门季无忧驾云，带着李长寿他们迅速地飞过东海，见到了那宏伟无比、无边无际的天柱，径直去了天柱之下。幽冥界埋于洪荒大地深处，大德后土演化6道轮回之后，将幽冥界全方位镇压，绝大多数进入幽冥界的通路都已经被封住。最快去地府的路径，也是此时最广为人知的地府通路，就是在东南西北4大天柱附近的深海裂谷中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地府鬼差进入五部洲3000世界的路径，不过这些路径炼气士不能擅闯，都有天道之力护持。5人飞到那宏伟天柱之前，看着下方海面出现的巨大漩涡，季无忧咳嗽2声，用一抹仙光将5个人包裹，朝下方漩涡迅速地坠去。穿过深海缝，闯过熔岩湖，路过一处处凶恶之地，下沉不知几万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路上还遇到了几波自地府回返的人族炼气士，估计也是去送礼办事儿。这一路并无凶险，但凡真仙境，其实都可以自行闯过这些关卡，抵达一条被灰色雾气包裹的羊肠小路——幽冥路。李长寿怕自己突然顿悟，一路上不敢多看多想，只是将这条路径给记了下来。有秦玄雅传声问道：“师兄来过这里很多次吗？”“并未。”李长寿笑道：“我修道也不过是数百年岁，还没有来得及走太多地方。”那……有秦玄雅一双妙目凝视着李长寿，朱唇不起，传声问询，语调十分的自然。若以后有机会，师兄愿与玄雅一同四处走走看看吗？这是什么路数？突然表白？按他对有秦玄雅性格的10数次归纳总结，李长寿的心底不由得泛起了这莫非是一句傀儡的荒唐念头。还好有秦玄雅及时发现他这般言说似乎有些失礼，脸蛋唰的变红，直接开口，有些慌乱地解释着，轻柔的嗓音在仙光之内流转：“长寿师兄，我不是那般意思，我对师兄并没有非分之想，只是想与师兄一同四处游历，增长见识，感悟修行罢了。”李长寿心底苦笑一声，没错了，确实是我熟悉的有毒。前方3道目光投了过来，两男会心一笑，而本就有些心烦焦虑的江灵儿此时不由得轻轻皱眉。小灵娥的劲敌，这个对灵娥的威胁度似乎比小九大多了。怎么，小琼峰这一带关系这么复杂？江灵儿心底叹了一口气，此时却也没有多少心思管这些。牵挂着晚江雨之事，季无忧过来地府几次，倒是真的熟门熟路。在这羊肠小路之上，季无忧左手向下按压，一缕缕纯净阴冷的雾气迅速汇聚而来，凝成了一朵灰云，拖住了5个人的身形。随后继续沿着羊肠小路向前疾飞。不过片刻，他们就飞出了这一片连绵不绝的迷雾。世界被一座宏伟的黑色高山填满，这山的形状就如同一座石碑，其上都是坚固的黑石，上书3个血红繁复大字。季无忧淡然道：“幽冥东到了。”李长寿暗自轻叹，此情此景，突然有一种上辈子公交到站的味道。哼，还好掌门大人没有喊一句什么上车请打卡，不然真不一定能滴出一点什么。就在李长寿的这一句指导人刚刚抵达幽冥界时，天庭东天门前，守门的数千天兵各自拄着长枪而立，
道道目光汇聚在不远处的云路上，那里有几名老者正不断地围着一名英俊的青年道者说着什么，后者的眼神却十分的坚定，一步步不断向前。少主啊，您还有天涯阁需要打理，何必来天庭做什么兵将？老夫人若是知道了，该会多伤心呐！天庭有什么好的？你以后只要稳步就班的修行，肯定能够成长生道果，继承这份家业啊！够了！卞庄一声轻喝，抬头注视着那雕刻着众多祥云的天门白云柱，眼底带着星光，慨然道：我不要一成不变的修道人生，被安排好的道并不是我的道，我的道就在我的脚下，需要我一步一步走出来。天庭，这里只有我的梦。几位老者顿时被这几句话给镇住了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。卞庄脚下挪步，迅速来到了天门之前。听闻卞庄之言，那群天兵已经是齐齐动容。这青年道者是何等自信的气概，何等高洁的先生追求。在天门之内的几位天将对视一眼，双目之中一阵放光。难道天庭要来一位人才了？正此时，一位老者禁不住顿足长叹：少主哟，您那算啥子梦啊？卞庄双目之中顿时满满的向往，慨然道：那位仙子就是我的梦，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自己的梦。少主啊，您说一句话，梦多少都有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绝对不重复。这群天兵天将齐齐的额头挂满黑线。一名天将翻了一个白眼，立刻对天门前的众天兵暗中传声下令。却见卞庄头都不回的来到了东天门之前，向前拱手喊道：电气士卞庄今日特来投奔天庭。滚！一群天兵齐声怒喝。与幽冥地府的初见，李长寿不免有些失望。这与他此前凭想象力构绘出的轮回之地差距未免太大了些。在幽冥边缘之地，所见尽是荒蛮，毫无秩序可言。一些凶鬼厉鬼在各处游荡，甚至还能发现不少阴煞凶兽的踪迹。这跟上古典籍中记载的血海荒蛮之地也差不了太多。越过幽冥东向前飞，飞得越远，灰雾就越少，视线也就越发开阔。可惜看不见那条满是冤魂的忘川，望不见生与死分界的三途河，找不到俗世中经常出现的鬼门关，更没有黄泉路上无数魂魄朝轮回而去的壮观情形。他们头顶深州一直有点点滴滴的亮光，与他们朝着相同方向飘行。这些就是生灵死后的真灵，被吸引赶往幽冥界的中央，那里有天道功德至宝，大德后土所画的六道轮回盘。姬无忧带着他们飞了一阵，李长寿才恍然大明白，他们所处便是黄泉路，只不过生灵真灵无纠葛。幽冥界的天有些低暗，不免给人一种憋闷之感。各处吹来的风中也隐隐带着乌烟与惨嚎，这大概跟洪荒还没有诞生坟头蹦迪的风俗有关。李长寿没有仔细去体会这里的氛围，也没有借此地优化自己的阳葬丧一条龙服务，他的心情有一些沉重。毕竟都到这种地方了，太欢快了也不太合适啊。说正事。李长寿这一路上都在思索，假若晚江与师伯真的再次遭遇不测，自己该如何跟师父解释，而师父又会受到何等的影响。这事儿啊，终归是不好言说的，可又不能瞒师父一辈子。虽然师父化成谪仙之后贤度过高，已经没有了太多挣扎的必要，但是李长寿总归是想让师父开心一些，振作一些，享受一下今后余生，而不是一直活在遗憾与愧疚当中。所以他真心期盼着
晚江与师伯没有出事。赶去丰都城的路上，季无忧主动散出了自身金仙境的威压，一时凶鬼匍匐，妖魔绕路。哪怕他们5个人偶尔路过一些凶兽的地盘，对方也大多会躲藏得更深一些。从东部边界进入了幽冥界，飞了10余万里，他们总算是看到了第一座幽冥界的城池。这城池并无名称，只是幽冥界中随处可见的一座小城。城内以鬼修、阴修、妖修为主，实力都不算强。李长寿总算是见到了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存在——地府阴差。这些阴差身着土黄色长衫，大多呢都是以鬼魂修行而成，实力相当于反虚归道境的炼气士，惧怕真火与纯阳类神通功法。阴差大部分都是无精打采，在城外城内巡查，欺压城内的阴修，打发一点无聊的时间。小部分阴差的精神头不错，也是在不断的说笑，毫无纪律性可言。李长寿轻轻一叹，来实地考察考察，比自己宅在渡仙门中空想当真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这地府真的是，哎呀，这到处都是扔在路边的天道功德呀！轮回虽立，秩序未全，尚有大笔功德可减。不过这些呢，都是自己在天庭之中站稳脚跟之后才能谋算的功德了。这次过来是为了自家师伯转世身，也不好花太多的心思在这方面做调查。离幽冥界中央越来越近，所见的城池也就越来越多，规模也越来越大。有几处城池的热闹程度甚至是堪比南州俗世的大城，里面飘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，大多有别于普通的生灵。